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陳道明看透了不戀曝光的李沁，鄭文走實力派演員的進階之路。李沁用實力證明，不靠熱搜，不炒 CP， 也能靠作品和沉澱贏得觀眾心。從《楚喬傳》到《花兒與少年》，他的戰略性沉默與極致修養，讓每一次出現都成為高光。陳道明沒說錯，不拍戲就消失的李沁，已走上女演員另一條大道。你敢信嗎？一個從不上熱搜、不炒 CP、不靠綜藝刷臉的女演員，居然在《花兒與少年》這種修羅場綜藝裡，憑實力圈了一波路人緣大滿貫。更離譜的是，她不是靠私翻，不是靠哭戲，而是靠一頓飯的安排，就讓全網喊她人間防撞條，情緒穩定天花板。她就是李沁。有人說她是萬年捧不紅，可我倒覺得陳道明當年那句這孩子敬業又踏實沒說錯。李沁根本不是不紅，而是走了一條更難也更穩的路，不靠流量，靠作品，不靠曝光，靠沉澱。他不拍戲就消失，但一出現就是高光。佛系是假象，他的不爭其實是爭到底。提起李沁，很多人第一反應是那個一直不紅的女演員，甚至還有人調侃她是苦沁、胡沁。可問題是，她真的糊了嗎？《楚喬傳》的袁純，黑化眼神直接封神；《白鹿原》的田小娥，被劇評人稱為最符合原著氣質的演繹；《追風者》的沈婧貞，是多少觀眾心中的白月光。作品一個比一個硬，角色一個比一個有層次，這叫糊。我看是紅的低調，可他偏偏不爭番位，不炒話題，不蹭熱度。很多人說他佛系，但我想說，佛系不是躺平，而是清醒。在這個人人都在捲曝光的時代，李沁選擇了一條反向賽道，不拍戲時就真的消失。他不上熱搜，不發自拍，連微博都像是月更博主。可一旦進組，他就是劇組最拼的那個，沒戲份時坐在導演旁邊看別人演，為角色苦練台詞和情緒，甚至為了一條哭戲反覆打磨到凌晨。網友說得好，李沁不是不紅，是他的紅不需要你看見。他像一棵樹，根扎得深，枝葉卻不張揚。他的不爭，其實是把所有力氣都用在了爭演技上。這不叫佛系，這叫戰略性沉默。綜藝翻紅？不，他只是把演員修養帶進了生活。很多人以為李沁是靠花少期翻紅的，但我要潑一盆冷水，他不是翻紅，而是被看見了。他在節目裡的表現根本不是人設，而是他骨子裡的修養外化。你想啊，誰能在害怕變色龍到發抖的情況下，拍照時還能一秒變臉，擠出微笑？誰能在馬思純暈船到不知天地為何物時，像英雄母親一樣默默守護？誰能在團隊吃飯時，細緻到連誰不吃香菜都記得清清楚楚？這不是綜藝感，這是長期自律和共情力的自然流露。他從小學昆曲，講究台上1分鐘，台下10年功，這種對細節的極致把控，早就刻進了他的 DNA。所以他在花勺裡安排午餐，調節氣氛，照顧隊友，根本不是演，而是習慣。更絕的是，他在身臨其境3秒落淚，在歡樂之城演一條狗全程跪着，無台詞，全靠眼神和肢體表達，連王菲都被他感動。一個演員能把無聲戲演到讓天后落淚，你說他沒實力？他不是不會炒作，而是不屑。他的紅是靠一場場戲，一個個角色，一點一點堆出來的口碑。陳道明的眼光早就預言了他的路。說到李沁，繞不開一個人，陳道明。當年李沁在《紅樓夢》裡演少年薛寶釵，陳道明看完後公開誇他，這孩子演技好，
又敬業。這句話像一句預言，精準地概括了李沁的整個職業生涯。陳道明自己就是不靠綜藝、不炒人設的代表，他深知演員的神秘感有多重要，而李沁正是把這種神秘感執行到了極致。他不拍戲時就消失，保持距離感，讓觀眾在看到他時依然能帶入角色，而不是聯想到那個上過綜藝的女明星。這其實是一種非常高明的職業策略。流量來得快，去得也快，但作品帶來的認可是細水長流的。你看楊冪、趙麗穎、楊洋當年和他同期，解約後紛紛爆紅，而李沁卻在苦情劇裡打轉。可如今呢？那些靠流量起家的，有幾個能像他一樣，每個角色都讓人記住？他不是沒機會走捷徑，而是選擇了更難但更穩的路，用作品說話，用時間證明。這不正是陳道明那一代演員的堅持嗎？他不是不紅，他是在等一個屬於演員李沁的時代。4. 他走的是全能型演員的另一條大道。現在回頭看，李沁早就不是那個只會演清冷美人的女孩了。從《紅樓夢》的薛寶釵，到《白鹿原》的田小娥，再到《楚喬傳》的元淳，她完成了從花瓶到實力派的蛻變。她的美是但即使之花更豔，她的演技是靜水流深，後勁十足。她不靠臉吃飯，而是把臉變成了工具。演薛寶釵時清冷如雪，演田小娥時悲情如雨，演元淳時瘋批如火。她不是被角色定義，而是她在定義角色，而且她還在不斷突破自己。演狗，演哭戲，演反派，甚至上綜藝也不怕掉價。因為他知道，演員的終極目標不是紅，而是被記住。記住的不是他的名字，而是他演過的每一個角色。所以，別再說他萬年捧不紅了。他不是不紅，他是在走一條屬於大演員的路，不靠熱搜，不靠人設，只靠作品和時間。李沁的路像一條靜靜流淌的河，不喧嘩，卻有力。他不拍戲就消失，但每一次出現都讓人眼前一亮。在這個人人都在搶鏡頭的時代，他選擇藏起來，反而走得更遠。最後，我想問一句，當流量退潮，我們記住的到底是那些曇花一現的網紅臉，還是像李沁這樣用作品一點點堆砌起職業生涯的長線玩家？